来，今天咱们玩点啥呢？CS03的红蜘蛛机娘，那把这个题材做成了娘化。红蜘蛛，你也有今天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飞机的形态吧。整体来说嘛，这个飞机的形态还是很科幻的，而且变形完成，这些卡扣都到位的话，一体性、稳固度倒是还可以啊。从底盘来看，下方这里遮盖度也是不错的。起落架的3个小轮子都是可以真实滚动的，而且造型看起来还可以啊。机身上边来看，密合的程度也可以，并且这个也算是全零件上漆，所以对着光看，整个的一层光油效果亮亮的。上面还有一些金属红漆的点缀，尾部这里的喷口有一个球形关节，可以稍微的来回活动一下，并且在这个形态下，我们可以把奶射线揪开，下方的插扣，腾开空间，然后把机翼向前旋转，就变成这种前掠翼式的飞机。哎，造型来说也不错啊，甚至有点像08动画里边的红蜘蛛造型。通过下方的杆子，我们再往前挪一挪，这下方其实也有一个插扣啊，但是这个样子的话，似乎够起来稍微的有一点困难，因为根部这里有活动的关节，我们可以把机翼稍微往下折一点点，这个样子就很像赛星的那种感觉了，外转的味道。那我们也是来把这架飞机整体的变形一下吧。首先第一步，拆开下方这里左右咬合的钩子。这一块的相当于是武器的全部一体变形收纳，我们把这块盾牌拆下来，这里边也算是一个隐藏的位置，把这里边的连接位点全部翻折进去，接着卸开2根奶射线下方的卡扣，我们打开这个盖子，180度翻折，把奶射线缩短，拉起来腾开空间，接着从腿里边拆出来2把小刀。顺着后方这里引擎拨开这2个小扣子，它在这里边跟膝盖位置有一个链接，把这里拨松，然后抬起2块膝盖甲，把这一块整个的折出来，拉松，上方的这一片盖子翘起来，顺着背后来看，这2块根部的插槽我们给它揪开，整个的往外翻折。这个时候打开侧面这里的卡扣。整个的侧面半块翅膀就可以拉起来，腾出来所有的造型。先看下方这一块的折叠，180度的旋转，再回旋，翻折过来，把它填到这个窟窿里边去。2块盖板 Z 字折叠，把这个孔填上。另一侧这里把后边这根杆子放回来 ，Z 字折叠，缩到这里面去。下方这一块翻折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卡扣了啊，但是在这之前，我们需要把翅膀旋转180度，然后把这个卡扣按住，结合根部的连接杆拉松，腾出来更多的空间。一边的翅膀我们先整理到这样的程度。好的，到现在我们就可以打开双腿，把中间这片稍微的往起翻，2条腿180度双关节折叠下来，后边这里有一个屁股架。双关节 Z 字放下来锁上，大腿这里边有一个打开的8字关节啊，我们人形的时候回归并拢。从大腿前方来看，打开这一块装甲，再打开大腿前方这一块，都是双关节的 Z 字，然后把起落架放进去，盖上，这一块向上贴合，把扣子锁上，然后这一块的尾翼呢，我们拉起来它。整个的拉到底，张开，然后旋转180度，把蓝色的这个零件藏到小腿肚的后面，脚尖、脚后跟打开，后边这里还有一个支撑的脚架。那下半盘的2条腿，我们现在就处理完成。来看上半身的变形，这2块圆圆的坨子，给它左右打开，腾出来更多的空间。接着我们来拆上边机头的位置，这一块的变形稍微的有一点点复杂，不过逻辑上边还是挺清晰的。首先第一步，打开后方这一块的盖子，翘起来，然后整个的中间的这一条橙黄色的驾驶舱，我们给它立起来，翻到机腹部，左右这里打开这一块起落架的位置，侧面的这一节也打开，然后把起落架给它收起来。
机头中段下半个位置 Z 字折叠拉开，注意下方这里有一个小锁扣，跟这里贴上去，斜着插入，左右就可以把这两块打开了。中间的这个空间挺大的，我测试了一下，张开的这个手型也是可以塞进去的，并且这个手指头都是软胶的，也不用担心折断。所以呢，替换哪个手型放进来应该问题都不大。好，左右全部打开，然后我们把整个的机头这两块张开，就可以把手臂顺着这个地方拖出来了。我们刚才拆出来的这一节橙黄色的零件，顺着这个洞给它钻过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开双臂。注意，它在脑袋侧面这里有两个卡扣，凹槽其实是起到一个定位的效果啊，结合大臂的位置。通过根部这里的双关节，先把它张开，张一点点幅度就可以了。然后脑袋左右这两片合回去，接着脖领子连同脑袋还有前方的黄色零件一起180度旋转到这一侧来。通过下方的关节轴，这里边都有定位的卡槽，两个 Z 字整个把这一块缩起来，把这个连杆全部的缩短。侧面这两块的雷子就可以折叠回来，这一块中间有卡扣，通过根部的关节把雷子夹住。胸口鲜艳的橙领巾，雷子夹过来，腋下的这一块就可以顺着这个关节把胳膊拧回来。根部的这个关节听到嘎吱嘎吱的声音，是一个赛钢的料子，也是起到一个更加坚韧的效果。肩关节折叠，这块的关节还是挺紧的。然后调整脑袋，顺着后脑勺这里，把两个肩带折回去。主要呢也是为了展现它的一体变形啊。在收纳背包的时候，首先第一步，我们先把这两块往下夹，夹合之后，把这个旋转到90度，横过来。现在我们需要让的是这两片带有半圆的橙黄色零件，这两个零件韧性还可以吧，来回的左右扭一下，腾出来更多的空间，把它翻进去。好，转到这一侧来看。刚才的这两片橙黄色180度收纳到这个空间，注意它根部的滑槽啊，往里压一下，压到这一侧来。然后上面的这一个双关节，我们把它搓动到中间来，腾到这里。接着这一块机头的位置，鼻尖180度旋转过来，从这个关节折叠，根部这里稍微往开折叠一下，空间更大。然后把这一块整个的插进去，插进来之后，看到这里有一个扣子，再跟黑色零件上边进行结合折叠。上方的这一块方块继续往下折叠90度，然后根部这里出现一个扣子，顺着这里再进行锁定夹合。侧面的这两条双关节 Z 字往上提，把它夹住。现在我们继续把背包撇开。顺着这里边旋转180度，把这背包翻下来，打开腰后边的零件，翻过来后背，把这一块整个的贴下去，然后左右夹一下，包裹住它。其实这一块并没有什么锁扣啊，就是把它包起来就行了。主要的锁扣位点在哪儿呢？这个往上折叠，180度往下拧，然后顺着这个地方的凹槽，把头里插上。下方的这一块再插上去，然后两个引擎往后翻，把这些地方全部整理好之后，就可以把这两块再盖回来。整理一下肩胛的造型，奶射线的部分调整上来，放在这儿。那么好 ，CS03 的这款红蜘蛛机娘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其实和我们概念中的不太一样，奶射线并没有插在胳膊上边，也是因为这个机娘的骨骼造型，它插在了背包上边，后边这两块的肩胛也更往开翻了一些，不会是在肩头了。因为确实这个身材也是被限制住了，整体的身形你还真别说，哎呀，背包这里看起来是有一些大的，但好在呢，它这个背包是可以卸下来的。我们依旧打开这里，左右拉开，
腾出这个空间，整个把机头拉开，顺着根部中间的这个轴，这里是一个 C 型的扣子，我们可以把这块卸下来，然后根部的这一块180度折叠上来，把这些板子都贴平，两个引擎往下放，背包就折叠的更小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感觉啊，把这一块打开，然后这里边的黑色方块轴顺着 Z 字折叠，我们把它压进去。奶射线打开一些，肩膀的位置就会更加的居中，而且人形看起来也会更加的清爽，背包这里也会更加的干净，是不是啊？当然，除此之外，后边这一层的背包也可以卸掉，一个插口直接拔下来。那这一回的人形效果就会显得更加干干净净了。这两条大长腿，哎呀，来看一下细节吧。头雕这里360度的旋转，来回点头抬头，变形的需要，也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并且从侧面看，这些涂装细节做的还不错啊。但是呢，要我说这张脸还真就差了点意思啊，脸感觉太宽了，脸大。稍微的能小一圈的话，似乎会更好看，而且这个肉色的脸，它的张力会比较强。倒是厂家说，等大货出来的时候会赠送一个银色的脸，带上那个银灰色的，可能视觉上边收缩的会好一些啊。不过歪嘴笑的这张脸庞，神髓拿捏的还行吧。就是现在啊，这个大脸蛋子像极了那种。就是那种劣质整容医院韩式整容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种感觉，侧颜看起来的效果其实还行啊，但正面看起来总觉得这个脸太鼓了。其实如果脑袋不扣到位啊，给脸颊这一块中间留点缝隙，看起来还稍微的好一些。更换面部呢，也是需要把这两块先张开，然后整个就可以卸下来了。除开刚才咱们看到的歪嘴笑，还带了3张替换的表情。换上以后，哦，这个嘴张的是挺大的啊，里边舌头也有涂装，但是效果也并不太理想。肩胛这里可以独立的活动，肩膀关节也能举到挺高的位置。360度旋转的话，刚才我们说这是一个赛钢的轴，所以磨起来有嘎吱声。前后蝴蝶关节稍微可以活动一些，二头肌根部可以旋转，胳膊曲臂两段关节也能举到很大的幅度。手腕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手型非常的漂亮，而且软胶材质的手并不用担心损坏。另外还有3对不同造型的替换手型。要说这一块的设计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，它是属于那种真的用机头的那个驾驶舱拆出来一块夹在胸的中间，而且这个形状，哎，这水滴儿，是不是？不仅如此啊，这个设计太懂了，这上面驮了2坨硅胶，哎呀，哎，你别说，捏起来这个尾半球还是挺有手感的。但是呢，可能也是因为红蜘蛛造型限制吧，这里边必须得弄一个驾驶舱的位置啊。它已经其实尽量的把这驾驶舱凹进去2块了，看是不是？为了保证这个一体性嘛，圆圆的，但还是有点宽，就是8字啊。但是可能有人会喜欢这个8字啊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木瓜水滴这一类的。上半身胸口的位置，根部是有一个球形关节，所以来回活动范围也挺大的，旋转啦啥的，哎，不错不错。然后腰部这里的曲线做得非常漂亮，甚至有一种人鱼线的刻画，所以这个位置相当于有2段的弯腰关节，折叠的幅度还是挺大的。从后背来看，摘掉背包以后，整个的一块刻画倒是也挺好看的，包括后腰上边的这些分件走线，其实倒是挺应红蜘蛛的这个名字的，有点像蜘蛛的那个纹路啊。然后，哎，这2坨跟北半球一样，这儿也给你弄了2块硅胶上去，捏起来就，못했던 게 좀 아쉽네요. 그렇습니다. 네. 네. 胯部红色的金属漆涂装出来的效果非常的闪亮。大胯这里呢有多段的关节，首先侧抬的时候我们要稍微往下拉一点点，它里边的这个关节是可以整个向下拖开的。这个时候你在侧踢腿就不会干涉到了，90度没有问题。包括变形的需要啊，大腿这一侧也可以
进行一个旋转，然后根部这里挺紧的一个轴。所以如果说你要架这个二郎腿呢，开合的幅度也完全没有问题。大腿根部左右有旋转的关节，而且腿型这一块圆滚滚的效果，涂装包括一些细节的点缀也挺漂亮的。膝盖这里设计了双段的关节，所以折动的幅度还挺大，而且当你折到一定幅度，前腿甲这里会把它顶开，相当于做了半个抱甲的模式吧。大腿后边这里边也有一些不错的细节刻画，当然如果你不想要这个抱甲呢，根部的这一节也是可以打开的，你这样在叠的时候，它就不会顶到前边的这块腿甲了。脚踝左右接地，前后活动。当然，这个脚后跟这里多出来一块，我个人还是不太喜欢啊。本身设计了一个高跟鞋，后边延长一截，主要是为了起到一个支撑的效果。它装上背包以后，后边挺重的。如果你觉得不好看呢，也可以180度把它窝到这面来。所以更多的关节设计，尤其拆掉背包之后，还能解锁更夸张的造型姿势。哈，哈，哈，哈 ，Spider！ 另外的一大玩点，我们刚才在飞机形态下还拆下来很多一体搭载的武器配件，小刀，自然是可以握在手臂上了。配合我们刚才拆下来的盾牌，摆成这种剑盾模式。另外，手臂侧面还有一个扣子，也可以把它插在这儿，双刀当成臂刃来用。盾牌下方这里还有2个插扣，我们可以把2把小刀放在这儿，变成这样的一个大夹子，或者剪刀啊也行。还有掏出这个机头的位置，我们把这一块打开，顺这里边把机头给它顶出来，旋转180度。机头的这一块咱们半变形回归一下，然后左右这2片张开，掏出这2个小刀插进去。这样就变成了臂炮样式。谁说只有威震天才可以装臂炮的？当然，如果你想呢，继续把这一块卸开，小刀拆下来。这个时候配件里边还多带了一个备用的胸口造型，也是机头了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盖子插上，把机头回归。当然，除此之外，整个背包卸下来还可以变成一个小飞机的样式，所以说相当于2个玩具，飞机变飞机，人变人，放在一起还可以一体进行变形。那么整体来评价一下手上的这款样板吧。做工用料还不错啊，料子给的很厚实，而且在关键的位置上边还更换了一些赛钢的材质来增加它的韧性。双腿下半盘有合金零件增加配重，而且全身上下的零件都是上了漆的，对着光看的话，闪闪亮亮的感觉非常的有质感。胸口和臀部增加了硅胶，也是让手感方面有了一个质的提升。另外，武器丰富的这种玩法以及背包的拆卸方式，都是让这一款可以开出更多的脑洞，进行一些互动的处理。关节可动范围大，摆一些 pose 造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此外呢，在大货的时候啊，会有支架。我手上的这个为什么没有地台和支架呢？也是因为 UP 主们之间在互相传递这种试模件的时候啊，上一个 UP 主忘记打包了，但整体把玩下来啊，个人感觉还是挺骚气的啊。就是这张脸，如果大货的时候能稍微的修一修，那就更漂亮了。那么大家觉得这款 CS03 的红蜘蛛机娘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们的观点。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